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4日下午的16点整，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啊，昨天晚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0.3%啊，但在这样的上涨前提下呢，我们看到啊高开了2个百分点啊，这样的上涨呢，原因是昨天晚上21点30分啊，北京时间21点30分公布了 CPI 数据，那这个 CPI 数据呢是同比上涨了1%啊，上涨了0.1%，那么这个上涨呢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呢 CPI 低于预期之后证明这个美国的通胀速度啊得以延缓，那么意味着加息可能会降低啊，加息在今天晚间应该说准确的应该说明天早上凌晨3点的时候公布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可能是在50个基点。这种情况下呢，昨天晚上美股出现了一个高开，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无论这个 CPI 指数是利空也好，利多也好，都会出现一个快速拉升的过程，然后出现回调下降。那么昨天晚上的盘面呢，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面虽然它有一个2%的2.05%的一个高开但是也是快速下行，最终它的涨幅是在0.3%。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根阴线高开之后的阴线呢，打破了前面行情当中悟空阴线也就是12月5日这里的悟空阴线。那么行情在这里面会出现一些震荡在明天凌晨3点公布加息的议息会议的决议之后会出现一些震荡。这个位置的震荡呢，我认为主要是围绕目前指数所在的这个筹码密集区来进行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我们看到是去年21年5月份连接过来的。那么如果不能产生新高的话，那么未来行情还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因为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低点出现之后28647这个低点出现之后，它的反弹过程是周线级别的反弹，多出的一组 K 线呢是在筹码密集区上展开的。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呢，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走出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过程。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但没有完全走完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组，然后这个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组呢被昨天的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些利好打破了之后，在对于空头来说就要耐心等待它重新走出来的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可能走8阶阴线、上升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从而引发周线级别的下跌让道琼斯工业指数这个指数呢重新回到下跌通道上来，这是空头方向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种观点的前提下呢，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昨天 CPI 指数这个数据公布出来的这个数据，我认为是被泄露的，原因是在比特币的这个位置上21点19分，我们现在看的是1分钟 K 线21点19分，比特币就出现了一个上行动作同步的是美股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个上拉动作。那么一般来讲消息面的落地比特币的上攻动作都是在消息落地那一时刻出现的，但是昨天我们看到超级主力已经开始提前布局，我认为这是得到信息的一些游资做出的这个快速拉升的动作，那么最终呢拉升到18000点，然后开始回落。那么这一轮行情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换一个 K 线组。首先呢，我们看到底部位置上4小时级别上形成44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根据我们江恩的44等位置波谷法则，容易出现新低，但这里没有出现新低，行情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结构当中，比特币发生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同时站上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
这轮行情结束之后，本身这里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回调过程，但回调过程回踩了144和169均线啊，继续开始震荡。震荡的过程当中，由于昨天利好的出现，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上涨动作。昨天我提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在11月30日的这根阳线可以认为是悟空阳线，这是对于多头来说的，因为它突破了一个结构，突破结构之后，这根阳线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悟空阳线。基于多头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阳线的一个震荡。那么这个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啊，悟空阳线组出现之后，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一个预期。虽然整体的行情依然是下跌趋势，这个下跌趋势呢，我们是从周线级别的一个悟空阴线啊这里找到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同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大的趋势是下行趋势，但是我们观察到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之后啊，就有可能发生一波上涨行情。那么这一轮上涨行情上方是存在多重压力位的，所以呢，虽然整体看空，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压力位附近持续的埋伏空单，行情大的方向依然是下跌的趋势，只有突破2万美金之后，也就是突破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之后，行情才可能正式发生反转。那么无论是缠论也好，海龟战法也好，包括我的 K 线西游战法也好只有行情发生确定性的突破之后它才是一个上涨趋势。那么当前行情我们既然看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并且目前周线级别上有悟空阴线这个悟空阴线呢是在11月7号这里出现的，悟空阴线还没有被杀死之前，所以呢大的趋势仍然是下跌趋势。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在利好刺激下的反弹过程当中，还是要找到空单的布局位置。这个位置怎么布局呢？我认为第一个做空的位置呢是在18300这个位置上原因是9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8300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上方的压力呢是在19000美金，这个19000美金呢是行情在17605和3万美金这样的一个下跌过程当中3万美金到17605这个下跌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位于19000美金的一个筹码密集区这里面存在阻力。那么再往上一点的阻力呢，大概是在19500美金这个19500是哪来的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所以呢多头方面这里面存在三重大山，有两条线呢是由结构上的线就是下跌趋势线和这个横盘震荡的波谷连线形成的。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两条均线呢目前已经在粘合状态下形成的。那么我认为在反弹过程当中慢慢的布局你的空单，布局的方式呢就是分布式进场，分别在18300到19500这个区间上分布式进场把这个仓位打散做到趋势获利什么是趋势呢？目前大的趋势仍然是下跌趋势，没有发生突破就是下跌趋势。那么同时呢，这几个仓位要设置一定的止损我认为你的止损设置在19800到2万美金附近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行情在跌破19000美金之后它的下跌趋势依然存在，特别是19000到15487这个低点的区间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这个位置的一个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那么目前八阶阴线虽然目前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八阶阴线还没有被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行情仍然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如果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出现的话，这个下跌最终可能导致本轮行情的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的出现。那么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是仍然有可能出现的。特别多的人在这里关注以太坊因为以太坊的波动确实比比特币要来得快得多。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行情在这个交易对上上方依然存在波谷连线位于0.075的这个压力位，所以呢以太坊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始终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震荡过程当中。但是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在9月份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
在这个悟空一线组的指引下啊，因为后面的所有的干扰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一线的一个妖怪 K 线啊，所以呢目前有一个悟空一线组，那么下方就有八戒一线组、沙僧一线组、唐僧一线组的一个预期，在这种预期下呢，可能会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导致同步于平行于6月份的这轮急速的下跌这是对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来说的。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以太坊的这轮行情它是由箱体结构向上突破突破到$1700之后到达$1700之后遇阻回落，$1700是4877点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遇到的一个压力位。压力位附近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打到$1100这个波谷连线的支撑位开始震荡。震荡过程当中以横带跌发生了一定的突破了一个波谷连线形成的位于$1200的阻力位然后目前以太坊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那么以太坊上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目前已经明显的突出出来，这就是$1400$1400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粘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始终在行情当中存在之前有过一些突破，但是很快被打压下来，所以呢，如果做空以太坊的话我们给出的点位是在$1400附近开始布局做空当然了$1300附近这里面可以有一个观察仓然后重点要关注今天晚上凌晨3点它的一个消息面的落地，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急拉到$1400可以布局然后我们还有个理论在这里面，就是目前行情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已经构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收敛三角形的焦点的位置上发生了突破，但是这个焦点的黑洞效应依然存在，所以呢，到达$1400如果做空的话，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快速的下杀动作跌破这个焦点这个焦点相当于一个弱点，相当于一个黑洞，黑洞呢有吸引力作用，所以呢很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一个下行的杀跌的动作。同时呢，在这个$1100附近我们看到了4次等位置波谷前2次的这个波谷呢可以合并成一个，然后第2次波谷第3次波谷第4次波谷4次波谷形成之后，行情还是容易出现一个低点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下这个低点的可能性还是有概率出现的。那么以太坊如果发生反转的位置是应该站上$1500之后它才是可能和我们比特币类似的比特币是$20000之上才是出现反转行情，那么以太坊呢是要站上$1500之上它才是一个反转行情。那么当前行情当前的行情的趋势整体趋势还是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反弹过程所以呢，在$1400附近还是积极布局空单未来对于以太坊来说它的前2次熊市嘛，都是跌了95%以上最大跌幅是95%。那么4877点，如果跌95%的话，它的残值剩5%这样的话，我们给出以太坊的目标价是$260虽然看起来很低，但是历史总是在错位重复这个位置还是仍然有可能到达因此呢，更多的建议对于主流币种，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还是积极的在快速反弹的过程当中今天晚上有这个消息面可能引发的反弹过程当中积极的一点一点的分布式布局自己的空单对于 BNB 来说呀，我是非常看好 BNB 的因为从17年一路走过来 ，BNB 从1元人民币一直涨到将近$7007749，将近是5000倍的涨幅。那么走到这里昨天这个币安平台一系列的利空，导致 BNB 跌破了一个日线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那么我们从均线的这个角度来看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50均线和10均线分别跌破了1440均线和169均线。根据这个均线角度，我们可以把50均线和10均线作为操纵线1440均线和169均线作为观察线，操作线在观察线之下只做空不做多，操纵线在观察线之上只做多不做空。
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50均线和10均线作为操作线已经跌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啊。那么目前对于 BNB 来说是一个做空的行情，起码是在这里面我的意识是它是一个做空的币种。那么目前如果做空的话，它的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大概是在288美金。那么昨天它有的这个极端行情先是一段利空释放到达255.34到达之后跟随比特币出现了反弹，但是在小线级别这里283构成了一个它的阻力，那么日线这里288构成了一个阻力。那么我们目前如果在281附近做空，就可以把283到288这个区间设置成止损位设置成一个止损位。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依然观察到它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未来我给出的一个它的目标点位是跌到100美金之下，如果现货抄底的话，一定要耐心等待100美金之下进行抄底。虽然692.9这个高点如果跌95%的话，它的最终的价格可能是在256美金但是我对于BNB 来说，我是给出它一个相对的一个好的位置就是如果它的到达100美金以后就是可以抄底的，因为它是一个通缩总在通过 IEO 进行销毁。同时呢，在这个销毁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币安平台很多时候它会有就是上新的这个过程。如果出现上新某些币种在这个新币拉升之后这个新币回落的过程当中很多资金会回到BNB 上来所以呢 BNB 和它平台内的这个平台内的很多新币种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效应，这是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100美金以下抄底是非常安全的当然了，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看到了它的强势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它的下跌趋势已经因为利空而形成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对于 BNB 来说，我认为如果出现一定的反弹，也是一个做空的时机根据我们刚才给出的理论均线理论来说，它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看空的币种。那么现货抄底的话100美金之下去做。那么在对于这个 BNX 我在周一的时候在我的会员群频道给出了要抄底为什么要抄底呢？原因非常简单在这个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一个下跌西游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第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出现了一个第二轮悟空阴线八节阴线，重新画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走出两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正常逻辑是说它有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但是在这种预期情况下我们看到小时线这个位置上它走了很长时间的横盘震荡并且在12月13日左右发生了对于小时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50均线和10均线穿破了144日均线和169均线，那么就在现货这方面是可以做它的多头的。到达54美金之后我认为把这个止损设置在52美金可以进场现货那么目前来看我们已经获利大概是15个点左右这个我在会员群频道和我的 Telegram 群频道都做了一定的解读然后大家可以对这个均线的这个战法逻辑关注一些学习一些这个战法。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